你有沒有想過，嘴巴的變化有時候也可能跟腎臟有關？明明每天都有刷牙，嘴巴卻一直有異味，吃東西突然出現金屬味、苦味，甚至嘴巴一直乾乾的。先別急着擔心，這些症狀絕大多數都有其他原因，並不代表你就有腎臟病。但是當腎功能明顯下降，確實有可能出現一些口腔上的變化。所以今天這支影片，我要帶大家認識5種慢性腎臟病可能出現的口腔變化，告訴你它們為什麼會出現，以及什麼情況值得進一步檢查。我們就從每天都會用到的嘴巴來認識你的腎臟。嗨，大家好，歡迎來到寬寬醫師的頻道，我是腎臟科寬寬醫師，一起關心你我腎臟的健康。我一直強調極簡護腎，護腎並不複雜，我們不需要依賴神奇的產品或繁瑣的療法，只要簡單的改變一些生活習慣，就能守護腎臟健康。點擊說明欄下載護腎手冊，用最簡單的方法讓腎臟更健康。第一，狂刷牙還是口臭？我們先從大家最有感的口臭開始。口臭真的非常常見，牙齒沒有刷乾淨、舌苔、蛀牙、牙周病、口乾，甚至只是早上剛起床，都可能讓你有口臭。所以，如果你今天早上起床發現自己嘴巴有味道，先不用緊張。但是如果是一個腎功能已經嚴重下降的患者，口氣突然出現一種很特殊的味道，有些人會形容好像阿摩尼亞，甚至有點像尿味，這時候就不太一樣了。大家可以把腎臟想成身體的廢物處理系統。我們每天吃東西、活動，身體都會產生代謝廢物，其中像尿素這些含氮廢物，正常情況下會從腎臟排出。但是當腎功能嚴重下降，尿素就可能在血液裡累積，這些尿素也會進入唾液，到了嘴巴裡會被口腔細菌分解，產生氨，也就是大家常說的阿摩尼亞。因此，在嚴重尿毒症時，部分患者可能出現特殊的氨味口氣，稱為尿毒症口臭，英文是 uremic fever。這就不是單純的牙齒沒刷乾淨，而是身體裡的代謝環境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。如果這時候又同時出現食慾下降、噁心、明顯疲倦、瘙癢，甚至水腫，這時候就更需要讓醫師評估。第二，吃東西突然有金屬味。這是腎功能明顯下降的患者可能會遇到的一個困擾，味覺改變。有些人會跟我說：“寬寬醫師，我最近吃東西怪怪的，肉吃起來有一股奇怪的味道，嘴巴裡面有一種金屬味，甚至以前最喜歡吃的東西，現在完全不想吃。”這時候很多人會以為是不是胃不好，是不是消化不良，是不是最近壓力太大？其實腎功能明顯下降，確實可能會出現味覺異常。這個原因其實沒有單一答案。目前認為，當腎功能下降、代謝廢物增加之後，唾液的成分和口腔環境也可能跟着改變。再加上口乾、某些藥物、營養狀況改變，甚至味覺受器本身的變化，都可能一起影響味覺。所以，有些患者會覺得東西變得沒味道，或者出現金屬味、苦味。我曾經遇過一位患者，他來看診時跟我說：“寬寬醫師，我最近不是吃不下，是東西吃起來味道都怪怪的。”我問他以前喜歡吃的東西現在也不好吃嗎？他說對，什麼都覺得怪怪的。後來我們進一步檢查才發現他的腎功能已經明顯下降。真正需要注意的不只是嘴巴裡的金屬味，而是味覺改變之後可能會讓你越吃越少，甚至影響營養。所以，如果你最近突然覺得什麼東西都不好吃，嘴巴一直有金屬味，又伴隨食慾下降、噁心、體重減輕或明顯疲倦，就不要一直懷疑是不是廚師換人了，可以找醫師把真正的原因找出來。第三，嘴巴一直乾。寬寬醫師，我最近嘴巴很乾，是不是腎臟不好？這個問題在門診其實非常常見，但我要先說，口乾不等於腎臟病。口乾醫學上叫做 xerostomia， 原因其實非常多，喝水太少、天氣太熱、流汗很多、糖尿病、张口呼吸，還有一些常見藥物都可能造成口乾。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唾液分泌減少。當腎功能明顯下降，體內環境也會跟着改變，可能影響唾液分泌，讓口水變少。另外，到了比較晚期的腎臟病，有些患者因為病情需求需要限制水分，也可能讓口乾更加明顯。唾液本身就具有潤滑、清潔、緩衝酸性以及一定的保護作用。當唾液減少，口腔環境就可能改變，
蛀牙、牙齦發炎，甚至口腔感染的風險也可能增加。但是這裡有一個非常重要的觀念，嘴巴乾不代表你一定缺水，所以不要因為你口乾就拼命灌水。尤其如果你已經有慢性腎臟病、心臟病、水腫，或者正在接受透析，喝多少水還是要依照醫師的建議。第四，口腔潰瘍，牙齦容易出血，這是很多人容易會忽略的。很多人嘴破的時候會說最近火氣太大，其實熬夜、壓力、營養狀況、局部刺激都可能造成嘴破，所以一般人偶爾嘴破真的不用直接想到腎臟病。然而，在腎功能嚴重下降，甚至進入尿毒症的患者，也可能因為體內環境改變，出現口腔黏膜發炎或潰瘍等問題。另外，腎功能嚴重下降時，有些人會比較容易出血，因為尿毒症也可能影響血小板的功能。也就是說，即使血小板數量沒有明顯降低，血小板的工作能力也可能受到影響，因此就比較容易出血。所以，如果是一個已經知道腎功能明顯下降的患者，又突然出現口腔潰瘍反覆發生、牙齦容易出血等情況，就值得跟醫師討論。第五，舌苔增厚，口腔黏膜蒼白，這個其實是很多人容易自己觀察到的變化。有些腎功能明顯下降的患者，可能會出現舌苔變厚或口腔黏膜比較蒼白。一方面，腎功能下降之後，口腔環境可能跟着改變。加上口乾，舌頭上的細菌和脫落細胞比較容易堆積，因此舌苔可能明顯增厚。另一方面，如果慢性腎臟病進展到比較後面的階段，可能出現腎性貧血。正常的腎臟會制造紅血球生成素，幫助骨髓制造紅血球，但當腎功能下降，紅血球生成素減少及其他因素，就可能造成貧血，讓臉色或口腔黏膜看起來比較蒼白。不過，厚舌苔或口腔黏膜蒼白都不是腎臟病專屬的症狀，舌苔可能只是口乾、清潔不足，口腔黏膜蒼白也可能跟其他原因造成的貧血有關。所以看到口腔黏膜有點白，不要馬上就跑來說：“醫師，我是不是腎臟壞掉了？”但如果這些變化持續存在，又同時有其他身體症狀，就值得讓醫師進一步評估。等一下，你現在是不是正在照鏡子？如果你看到這裡，現在正拿着鏡子看舌頭、看牙齦、聞自己的口氣，我反而要跟你說，先把鏡子放下來，因為今天這支影片，我最希望大家記住的，其實不是這5個症狀，而是慢性腎臟病早期往往沒有明顯症狀，這才是最重要的事情。我要特別提醒大家，嘴巴症狀不能拿來診斷腎臟病。真正想知道腎臟好不好，最簡單的方法還是抽血和驗尿。抽血可以看肌酸酐和腎絲球過濾率，了解腎臟的過濾功能；尿液則可以檢查蛋白尿。尤其如果你有糖尿病、高血壓或本身就是腎臟病高風險族群，不要等到出現口臭、水腫、食慾下降才開始檢查，早期發現才有機會早期處理。所以，如果你今天看完這支影片，發現自己有特殊口臭、味覺改變、持續口乾、反覆嘴破、牙齦容易出血，或是舌苔增厚、口腔黏膜蒼白，先不要自己嚇自己，因為這些症狀都有很多其他原因，不能單靠嘴巴來診斷腎臟病。但如果這些問題長期存在、反覆發生，又同時出現泡泡尿、水腫、血壓升高、食慾下降或明顯疲倦，那就該看看你的腎臟了。因為腎臟最麻煩的地方就是它常常很安靜。我是腎臟科寬寬醫師，一起關心你我腎臟健康，我們下次見，拜拜。